林婶，接水啊！不行啊，我家水管冻裂了，回去做饭了，我就尽量的明天修好了，就不用公共水了。接水就交钱。可是，这水不是清河出钱给村里建的吗？哼，你女儿有钱是你女儿的事儿，水厂建在凤林西村，村里管，村里定的规矩，谁来都一样。桂兰嫂子那么有钱，22块还舍不得呀？就是，他女儿回来开的车多好，现在还跟村里计较这点水钱。没现金就扫码，别堵着，后面还有人呢。哎呦，扫个号都这么慢，有钱人家的妈也不容易呀。行了，接吧。以后都这么办，不交费就别想接水。沈总，新品牌上线时间预计在下月15号，渠道这边已经。沈总，怎么了？沈总，会议暂停。你要去哪儿？回松溪村，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通知法务许知远，把松溪村公益供水合作协议原件找出来。出事了，他们动我妈了，也动了不该动的东西。3年前，我花800万给松金设备主管管网，我1分钱没让村里出，因为那里是我老家。你是松溪村的大恩人，以后你妈在村里有啥事儿，我们全村都帮。我信了，可现在他们拿我建的水收我妈20块。清河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当着全村人的面让他低头。可能是天冷，管子冻了。不是冻了，妈，是有人手动限压，是有人故意关的。他们把你家水压关到了最低。清河，要不算了吧？妈，你可以算了，我不可以。3年前，全村人站在那座水厂前笑，明天我要看看他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我昨天就是问了2句，可能真是冻住了。清河，妈，你看，我说这水厂是你建的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？万强脸色就不好看了。我回来以后，水就小了。他以前也收过你的钱吗？没有，也不是收我的。前阵子说要交什么管道维护费，1户1年300，我想着合同上不是说免费吗，就没交。所以没交维护费，就限压，去公共取水亭接水，又收钱。走，去哪儿？水站。清河，要不你自己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妈，昨天他们怎么让你站在取水亭前交钱？今天我就让他们怎么把话说清楚。沈总，后台数据已经全部调出来了。昨晚8点46分，林阿姨家主管被限压，权限来自水站管理员账号。许知远呢？在路上，带合同原件，大概半小时后到。先去水站。哟，这不是沈老板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谁让你挂的？村里规定。什么规定？自己看。你签个名就能改公益供水协议？沈老板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可建在我们松溪村地上，平时是我们管，电费人工不要钱啊，机器坏了不要修啊。你们城里人张嘴就是公益，真过日子谁跟你讲那些？林婶，话不能乱说，你家管子老化，水小正常。昨晚8点46分，你的账号手动限压，需要我把操作日记念给你听吗？沈清河回来了，肯定是为了他妈那20块。有钱人就是抠，20块也闹。我说错了吗？限压是你做的，收费是你定的，维护费是谁让你收的？沈老板，你别光冲我来，这办法可不是我一个人能。谁？你要找就去找曹主任，这事儿他点过头。早说了，村里的事儿是村里之举。好，这块牌子别摘，那张管理办法也别藏。我一会儿还要让曹德顺亲眼看看他点头的东西到底有多值钱。不会真闹到曹主任那儿吧？水厂都建在村里了，他还能咋样？妈还住村里呢，真撕破脸。沈总，要不要先等许律师到？不等，有些人得先让他把话说出口，说出口了才好算账。水是我引的，设备是我买的，品牌名字是我公司注册的，最后管理中心的牌子倒挂到了村委会门口。哎呀，清河回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人去接你。桂兰妹子也来了，快坐快坐。曹主任，解释一下。这个清河，你先别急，这里面可能有误会。误会？我妈接2桶水被收20块是误会，她家水压被人为调到最低是误会，
你们在公益供水期内私自收维护费也是误会。清河，你在外面做大生意，可能不了解村里实际情况。水厂建起来容易，管起来难，电费、人工费、无修费，哪样不要钱？合同里写的很清楚，3年内基础生活用水免费，运营成本由我公司承担70%，你们没有权利擅自收费。合同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当时签合同的时候，谁也没想到后面用水量这么大。再说了，收这点钱也是为了大家好。为了大家好，所以先拿我妈开刀。谁让他特殊？不就仗着女儿出钱建了水厂吗？村里要是人人都不交钱，水厂还怎么运转？你知道这水厂1年实际运营费用多少吗？你知道我公司承担了多少吗？你知道村里交上来的维护报告有几次是真实的吗？他们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他们只知道有人让他们交钱，于是交了钱的人开始恨没交钱的人，真正把钱收走的人反而站在后面装好。好了，别跟乡亲们置气。这样和你妈那20块，我让万强退给他，水压我也马上安排人调回来，这事儿就到这儿。行不行？只退我妈的，什么意思？这段时间被收维护费的只有我妈一家，这个我还要核实。被限压的老人也只有我妈一家。胡万强用取水亭的水罐桶装水卖给镇上餐馆，也是误会。你听谁胡说的？我还没说完，你急什么？清河，有些话不能乱说。万强那边可能只是给亲戚朋友送点水，不一定是卖。所以你知道，曹主任，你什么都知道，只是没想到我也知道。水厂是你出钱建好，这一点没人否认。可它建在松溪村的地上，那它就不可能完全按你公司的规矩来。那按谁的规矩？按村里的规矩，村里的路、村里的水、村里的山，当然村里人说了算。就是建都建了，还能收回去不成？城里老板就是霸道。清河，你年轻，火气大，我理解。这样，以后我让万强摆一桌，给桂兰妹用水赔个不是，这总行了吧？特殊照顾，你们听见了吗？曹主任说以后特殊照顾我妈。凭什么？他家凭什么特殊？就是大家都交钱，他家免费，那不公平。你看，你想拿特殊照顾堵我的嘴，他们又觉得我妈占便宜。曹主任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立刻取消违规收费，恢复所有被限压用户的正常供水，公开这3年的水务账目，并向我妈道歉。你做还是不做？沈清河，你别忘了，水厂在松枪村，你公司再大也不能不讲群众意见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讲群众意见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也只讲合同。你什么意思？查松溪村近3年的水厂用水数据，查松溪村近3夜取水限压私自收费，重点和万强名下所有跟水有关的经营信息。明白？让许知远到了以后，直接去我家把合同第7条翻出来。清河，你别冲动。曹主任，你刚才说水厂建在松溪村就是松溪村的，那我倒要看看合同是不是也归你们村里说了算。找到了。沈总，合同原件、产权清单、付款凭证、设备采购发票，全带来了。进屋说。林阿姨，您别忙，我们自己来。清河，这事是不是闹大了？第7条，乙方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不得擅自对基础生活用水收取费用，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甲方及甲方指定直系亲属的合理用水，不得私自改装灌网、调控支管水压、改变供水用途。乙方违反上述条款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作，并拆毁属于甲方的净水设备及相关附属设施。拆毁？从合同上看，有明确依据。曹德胜当初签字的时候笑得比谁都爽快，他说都是乡里乡亲，合同就是个形式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合同从来不是形式，合同是人心变坏之后，最后还能说话的东西。沈总，查出来了，前2年数据基本正常，但从半年前开始，每天凌晨2点到4点，公共取水点出水量暴增。这里，凌晨2点17到3点52分，公共取水亭2号出水量26吨。村里人半夜集体洗澡，不是。胡万强名下的松溪泉饮用水配送站，3个月前开始给镇上餐馆、棋牌室、工地送桶装水，报价比正规品牌便宜1/3，没有水质报告。他拿村里的水去卖钱？这些虽然只是个人上户的流水截图，但结合监控、转账备注和后台操作日志，可以形成初步证据链。北限压用户呢？素芬姐家水也小，后台显示他家已经限压2个月。他前些天还跟我说，可能我还让他找村里看看。沈总，从目前证据看，村委至少存在4项违约：第一，擅自收费；第二，限制指定亲属合理用水；第三，私自调控灌水用途，将生活用水用于商业经营。按照第7条，可以直接发函终止合作。设备产权清单也完整，过滤模组、紫外线消毒系统、
加压泵、控制柜、远程监测平台全部属于公司资产，我们有权拆毁。沈总，要现在通知施工队吗？清河，要是拆了，村里人怎么办？老人孩子都要用水，不能真让全村没水喝呀。妈，昨天你在取水亭交钱的时候，有人帮你说话吗？你家水压被关小，有人告诉你真相吗？梁奶奶家水小了2个月，你觉得村里没人知道吗？他们知道，只是刀没落到自己身上，就假装没看见。我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。怎么给？下午3点，通知村委在文化广场开公开说明会，把所有证据带上，让被收费、被限压的人都来。我要当着全村人民面，让曹德顺和胡万强解释。沈总，从法律角度，没必要再给机会，他们已经违约。我知道，但我妈还在这个村住了几10年，我不想让她以后听别人说是我一句话断了全村的水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，这水是被谁断掉的。明白，我准备一份现场告知书。我通知技术人员导出备份。沈清河还带着公司的人。各位村民注意，下午3点在文化广场召开水务管理说明会，不要被外来的本带偏。清河，他这是在说你。没事，他想先扣帽子就让他扣，等会儿我也送他一顶。今天开这个会，是因为有人对我们村水务管理有意见。我先表个态，都是为了水厂长期运转，为了大家能一直喝上干净水。至于个别家庭水压问题，也是设备维护需要，不存在针对谁。希望大家不要被少数人煽动。清河，我话还没说完。你说完了，现在该证据说话了。曹主任，现在你告诉大家，这是误会还是生意？这照片谁拍的？你觉得现在重点谁拍的吗？那车我见过，难怪最近取水亭老说维护。他不是说收钱只是为了修设备吗？修个屁！我家交了300，水还是少。都嚷嚷什么？我接点水怎么了？水厂在咱们松溪村，我也是给村里创收。创收？那你告诉大家，这些钱进村集体账户了吗？我先代收，账还没来得及走。胡万强，我上个月交的300也是代收。你说我妈500押金，说不交就停水，也是代收。我不交就停水，也是代收。我家水压小了1个月，你说管道坏了，是不是故意的？都安静！事情还没查清楚，大家不要乱下结论。曹主任，那你来查，现在当着全村人的面把水务账目拿出来。账目在村委会，不在这里。那让人去取。会计今天不在。那打电话。清河，你非要这样撕破脸吗？撕破脸的是我吗？昨晚我妈去村口接2桶水，胡万强收了她20块。10分钟后，我妈家的水压被手动调到最低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20块，我是想问问你们，我当初花800万建这个水厂，到底是让村里老人喝干净水，还是让某些人拿来赚钱，拿来欺负人的？合同里写得很清楚，3年内基础生活用水免费，不得申请署和我执行私自调控水压，不得改变公益供水用。以上条款均为双方签字盖章确认，甲方有权终止合作，并拆毁属于甲方的设备。拆毁设备？水厂要没了，不建在村里了。吓唬谁呢？这么大的水厂，你说拆就拆？再说了，水厂建在松溪村，那就是大家的。就是，不全是村里的，凭啥都说了算？他有钱也不能断大家水啊！这份是设备产权清单，沉淀净化模块、多磁过滤组归我公司，远程监测系统归我公司。村内基础钢管和土地协调归村里，所以我拆的不是你们的山，我拆的够是合法用我的地。如有异议，可以走法律程序，但在村方违约事实明确的情况下，我方具备终止合作依据。我今天开这个会是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。第一，所有违规收取的接水费、维护费、押金3天内全额退还。第二，村委公开水务账目，说明每一笔钱的去向。第三，胡万强停止参与水站管理，配合调查被限压用户的正常水压。第五，曹德顺、胡万强当众向被收费、被限压的老人以及我母亲道歉。道歉？我给他林桂兰道歉？他不就仗着有个有钱女儿吗？全村人都交费，就他不交，凭啥？凭合同。少拿合同吓唬我！我告诉你，沈清河，村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今天要是真敢拆水厂，就是跟全村人作对。所以你不退钱、不交账，
不道歉？不动。你呢，曹主任，你也不做？清河，你提的要求太过了，村里的事不能全按你公司那一套来。账目我们会内部核查，万强的问题也会内部处理。至于道歉，没必要把乡亲们的脸面踩到地上。我妈被逼着扫码交钱的时候，你们给过她脸面吗？梁奶奶她脸面吗？梁奶奶家水压被关小2个月，你们给过她脸面吗？那些没交维护费就被限压的老人，你们给过他们脸面吗？清河，我家水真的能调回来吗？我不知道是被人关小的，我以为是我家管子坏了。我一个人住2个月了，洗衣服都得攒水。让他们讲，你闭嘴吧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赶紧出来！都别吵，这件事村委会会处理。沈清河，你也别批人太甚。陈工，沈总，带施工队进村，设备车已经在镇上等着，20分钟到。按产权清单拆，不碰村里的土地和建筑，全程录像。明白。他真要拆？不能拆啊！水厂没了，我们喝什么？曹主任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沈清河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影响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刚才给过你机会。我不信，这么大水厂，你还能搬走不成？我不信，这么大水厂，你还能搬走不成？能。妈，清河，真的要拆？我拆的不是水厂，是他们拿来还欺负人的底气。沈总，人员和设备都到齐了，拆除范围按产权清单执行。过滤模组、紫外线消毒器、加压泵控制服务器、远程监测服务器、建筑主体、村内基础感管，我有2套备用净化布块，全程录像。已经开了。不能拆！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是松溪村的水厂。曹主任，请注意措辞。根据公益供水合作协议第7条，村委会擅自收费、私自限压、改变供水用途，已构成重大违约。目前一现场告知的终止设备，均为云州清源饮品有限公司合法资产。均为云州清源饮品有限公司合法资产。合同，你们就知道合同。村里这么多人要喝水，你们担得起责任吗？责任？我妈被你们限压的时候，你想过责任吗？梁奶奶2个月接不满1板去卖的时候，你想过责任吗？胡万强半夜灌桶装水去卖的时候，你想过责任吗？清河，有话好说啊！是胡万强，你拆设备干啥？我家民宿还要用水呢，游客晚上还要洗澡。我们家可是交了维护费的，凭什么也跟着没水？你交了维护费，钱进谁口袋了？你找谁？可我们没参与啊！今天之前，你们确实可以说没参与，但刚才在广场我要退费、公开账目、道歉的时候，你们有几个人站出来支持？你们不是没参与，你们只是觉得受委屈的是别人，跟自己没关系。现在轮到自己受影响了，才开始说无辜。沈总，可以开始吗？开始。3年前，我亲手把这8个字贴上去，那时我以为清水入户，善意就能留下。后来才明白，水能洗干净头，洗不干净人心。关了！那今晚还能用水吗？水能洗干净桶，1级过滤模块，设备编号 QY031，归属云州清源；2级过滤模块，设备编号 QY032，归属云州清源。谁敢拆？谁拆我跟谁没完！现场全程录像，你的一切行为都会作为证据保留。沈清河，你别太过分！水厂要是没了，全村人都得骂你。他们要骂，也该先骂你。是你把公益水卖成私人生意，是你把老人家的水压关小，是你让我妈接2桶水都要标钱。我也是听村里的安排。胡万强，你少胡说！啥意思？你不是说村委不知道吗？紫外线消毒设备编号 QY044，归属云州清源；智能控制柜编号 QY052，编号监测服务编号1，归属云州清源。清河，差不多行了，你要钱，我们可以谈。现在想谈了？之前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，我可以让万强退钱，也可以给你妈道歉。公开账目呢？曹主任，你不是想解决问题，你只是怕设备真被拆走。你非要把松溪村逼死吗？松溪村不是我逼死的，是你们把一口清水活生生搅浑了。桂兰，不怪清河，是我们这些人眼瞎了。妈，回家吧。没了净水设备又怎样？山泉还在，净水也能喝，谁稀罕你那些机器？水怎么黄了？我家水龙头出来的水怎么一股泥味儿？没有过滤系统，没有消毒设备，没有加压控制，他们嘴里那口村里的水，根本撑不起他们喜欢想象中的好日子。
妈，先喝这个。清河，村里这样下去真会出事。镇上明天会送应急水来，我已经让许知远报备过。村委违约归村委违约，基本民生不能没人管。你安排的？我不会让老人孩子没水喝，但也不会再让他们白拿我的设备，反过来欺负你。桂兰嫂子，清河在家吗？我去。清河啊，吃早饭没？叔刚做的豆腐嫩得很，给你们送点尝尝。宋叔，有事直说。也没啥大事，就是水厂那边，你看能不能先把我豆腐房的水接上？我这边今天还有超市订单呢。水厂设备已经拆了，接不上。那不行啊！我这一锅豆腐早上做出来味儿就不对。镇超市刚才打电话说昨天送去那批口感发丝，要我退货。清河，你也知道豆腐这东西离不开水。我当然知道，以前松溪村井水硬，做出来的豆腐发柴，水厂通水后，你的豆腐房才起来。对，所以叔才来找你。那昨天在广场我要德顺公开账目退费道歉的时候，你说什么来着？我那不是随口说两句吗？你说我妈不该搞特殊。清河，村里人嘴碎，你别跟叔一般见识。再回也没收你妈钱啊，那都是胡万强干的。所以你去找胡万强，找他没用啊。你也知道找他没用，可昨天你们都站在他那边。清河，叔给你赔不是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补交水费，以后我豆腐房按商业用水交多少都行。你把设备先装回来。宋叔，你不是就想补交给我？你是你的订单撑不住了。喂，张经理，什么？全部退？不是，老板听我解释，水是临时。卖的是井水豆腐，同事投诉味道不对，今天这批不要了，以后也暂停合作。清河，叔错了，你帮我这一次，豆腐房停一天损失好几千啊！我妈昨天接2桶水，被你们看着交钱的时候，也没人觉得她损失的是脸面。清河，我上午说话冲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你看游客都退房了，我这个月贷款还没还呢，大家都是乡亲，你总不能看着我们一家喝西北风吧？昨天我妈站在取水亭前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那你说话了吗？上午在群里骂我也骂得挺顺口。我那是急的，清河，你别抓着一句话不放，拿回去吧，我不缺这个。你非要这么绝吗？胡万强，你不是有桶装水吗？我出钱买，你倒是给我呀！没了，真没了。昨天剩下的都让镇上拉去检查了。检查啥？沈总，市场监管那边刚了初步检，胡万强那批松溪泉桶装水没有生产许可，标签不合规，水质送检前库存已经全部暂扣。胡万强，你卖给我农家乐的水，不会也是这种吧？我民宿给客人泡茶用的就是他送的水。你们别乱说，我的水就是净水厂接的，干净得很。公益生活用水被你拿去武装设备拆了，你连来源都说不清，你觉得谁还敢买？清河，闹够了吧？曹主任，你觉得我在闹？难道不是吗？你一回来就把村里搅得天翻地覆，水厂设备一拆，豆腐不停了，民宿退了，农家乐也没法营业。再这么下去，整个松溪村都要受影响。果然，他们不是来认错的，他们是来逼我低头的。叔就是想让你先把设备装回去，有什么问题咱们慢慢谈嘛。对啊，游客都退房了，我平台评分掉底了。清河，你也是松溪村区的人，总不能真看着大家没本事吧？胡万强干的事儿，凭啥让我们一起受罪？我们又没收钱，我家可是按村里要求交了维护费的。清河，你不能一棍子打死全村人啊！不能一棍子打死全村人。昨天我妈在取水亭交钱的时候，你们怎么说的？既然你们说自己是受害者，那我问几个问题。宋叔，你的豆腐坊用了3年净水，商业用水按合同应该向我公司报备，你报备过吗？我以为村里统一管。那你交的钱给谁了？你民宿一直宣传山泉入户这4个字，是不是靠水厂来的？你给客人用胡万强送的桶装水知道什么？知道没有整规？我哪知道？你不知道还是不想知道？农家乐菜单上写着山泉炖鸡，公共取水点是生活取水点，不是商业取水站。你每天让人拉那么多桶，交过正规商业水费吗？你们说自己没收钱，明知道收费不正规，收账不公开，知道有人被限压，你们没有问，因为便宜，因为方便，因为倒霉的暂时不是你们。那我们普通村民呢？我们没开店没做生意，凭啥跟着没水？我妈昨天被收钱的时候，你在不在？我就是路过。你说了什么？我随口说一句，至于吗？当然至于。你可以随口踩别人，别人也可以认真记住。沈清河，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恢复供水。可以，按照合同违约处理流程走。第2，退还公开3年水务账目。第3，向被限压用户公开道歉并回赔泡茶。第4、5，重新签订协议，商业用水全部纳入监管。第6，设立村民监督小组，每月公示收支。清河，你这是要把村委会架空？公开账目叫架空，退还乱收费叫架空，还是说
你怕的不是村委会被架空，是有些账见不得光。曹主任，你就公开吧，我民宿一损失几千，再拖下去谁赔？是啊，胡万强收的钱到底有没有进村账？沈清河，你少在这里挑拨！你花钱建水厂是自愿的，现在不高兴就拆走，有你这么做公益的吗？公益哪有收回去？公益不是让你们拿来勒索我的，我免费供水是因为我愿意，不是因为你们有权利抢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不念乡情。乡情，念什么？你不是觉得自己无辜吗？那就让大家听听谁被收过钱。梁素，谁被收过钱？梁素芬，管道维护费300元，未交，限压2个月。林桂兰，接水费20元，未交维护费，限压。陈根，接水费120元。我交了500押金，胡万强说不交就停我家水，我家水消了1个月，我还以为是我活该，原来合同上本来就不该收。这名单哪来的？还收款流水、转账备注、时间、金额都有，你要不要当场核对？所以曹主任，别再跟我讲乡情，你们拿乡情绑我的时候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把乡情当人。出事了！东房那边漏水了，有人把旧管子撬开了。谁撬的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泥水倒灌，村里好多水管都不出水了。啥？彻底停水了？谁干的？快去看！水了！谁干的？快去看看！曹主任，最好不是你的人。他们为了抢回水，恐怕已经做了更蠢的事。而这一次，不用我拆，他们自己会把最后一点退路堵死。完了，水抽不上来了！这玩意儿干啥？你看看，你把水厂拆了，现在村里乱成什么样？门是我撬的，管子是我接的，泥水是我倒灌的。要不是你拆设备，村里人会积成这样吗？所以有人违法撬矿反，也是我的错。曹主任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矿反被撬属于单独事件，是否存在人为破坏、违规操作，需要现场勘查和监控证据。在没有证据前，请不要随意指责我方。你们当然指责我方。你们当然这么说，反正现在全村没水，你们公司脱不了干系。清河，要不你先想办法恢复一下吧，孩子明天还要上一直没水啊。陈工，进去看看。有人强行打开旧管线，想把老井水直接接进村内主管网，但是操作不规范，阀门顺序错了，管网压力不平衡，泥沙倒灌。现在不只是出水浑，部分主管已经堵了。谁接的？这不是害人吗？懂不懂水管啊？瞎弄啥？可能是哪个村民着急用水，一时糊涂。普通村民知道不放钥匙在哪儿，知道旧管线接口在哪儿，知道主管网阀门位置。那不是曹小军吗？曹主任的小舅子他怎么也在？清河以为拆了机器就能卡住我们，把老井水接上，我看他还怎么拿捏。姐夫说先别动，等明天镇上来人。等个屁！明天豆腐房、民宿都得找咱算账。今晚先通水，明天就说是村里抢修好了，到时候沈清河还算个啥？坏了，水倒回来了！胡万强，我就知道是这个王八蛋！他害我民宿退房还不够，现在又把水管弄堵了。那我明天豆腐坊彻底开不了工了。曹主任，曹小军怎么也在？他说姐夫让等明天。那个姐夫是谁？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他们要怎么说？小军是成年人，他自己做的事跟我没关系。有没有关系？不是你说了算。你好，我们这里是云岭镇松溪村，通常被人夜间撬锁，设施对主管网堵塞。现场有监控视频。对，建议镇里工作组和派出所都来一趟。你报警？涉及公共派出所都来一趟。你报警？涉及公共供水安全，当然要报警。曹主任，沈总，情况我大致听说了，证据先交给我们。合同复印件、违约告知书、收费证据、限压名单、监控视频，都在里面。曹主任，这些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知道。你骗人！我找过村委会3次，我说家里水小，曹小军让我去找胡万强交维护费，他说这是曹主任定的规矩。我也找过，他们说不交钱就只能先小着用，我以为真是村里规定。先不用说了，村委账目、胡万强个人收费情况、桶装水经营问题，曹小军和胡万强马上联系到场，联系不到就依法处理。我不知道啊，我昨晚一直在家睡觉。我就是帮忙，万强说只要先把水接上，
明天姐夫就能压下来。曹小军，你胡说什么？曹主任，你先暂停村委相关工作，配合调查。昨天他还觉得全村都会站在他身后骂我，今天他才发现，当利益真正受损时，这些人第一个死的就是他。清河，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也许不是变成这样，只是从前有水流着，遮住了底下的泥，现在水停了，泥就露出来了。沈总您好，我是青湾村村支书江明川。青湾村，就在隔壁山坳，离松溪村不到10公里。我听说您拆毁了一套净水设备，如果松溪村不要规矩，我们青湾村要。青湾村，林阿姨您好，我小时候跟我爸来松金赶集，见过您。那时候您在集上卖菜，我爸腿摔了，是您帮忙叫的3轮车。这么久的事儿你还记得？记得，所以今天我来，不只是谈合作，也想先跟您问声好。你知道松溪村刚发生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松溪村缩生会的吗？进村的时候我就在附近，也听说了您和松溪村的合同纠纷。那你还敢来？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敢来。我不是来讲人情的，我是来讲规矩的。沈总，这份方案做得很细。我们知道净水设备属于贵公司资产，所以方案里写得很清楚，设备所有归贵公司。青湾村只负责用地协调、日常巡查和基础维护，生活用水免费泛由合同约定，商业用水必须报备，统一接入平台。所有收入每月公示，村民监督小组里不能有村干部直系亲属。这些是你自己想的？是村民大会讨论出来的。松溪村出事后，我们村连夜开了会，有人也提过，说设备既然拆了，不如想办法低价接过来。也有人说，沈总现在肯定心软，可以打乡情牌，但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青湾村如果想喝干净水，就必须先证明自己配得上这口水。你就不怕村民以后反悔？怕，所以才要合同。还有一点，说，我要提前说明，现在拿不出太多钱。如果合作，但生活用水公益部分，我们会用部分产生收益后，按比例与贵公司分成，账目公开。村民监督，你倒是实诚。不实诚，不实诚。合作开始时就是隐患。沈总，下午我可以带技术团队去青湾村现场勘察。谢谢沈总。先看现场，能不能合作，看水源，也看人。明白。沈总，山里冷，喝口热的。谢谢。该我们谢您愿意来看，能不能成另说。您肯来，我们就记着。而在青湾村，我还什么都没给，他们先说的是谢谢。水量比松新村略小，但水质出测更稳定，周边污染风险也低。这里我们已经划成保护区，村民大会通过了，周围300米内不准堆肥，不准修旱厕，不准建作坊，条件不错，条件不错。你们村还有茶？有，如果以后能用干净水，只是不稳定，卖不上市茶价。我们想做小规模品牌，不急着扩，先把品质和账目守住。你们倒不像来画大饼的。饼画太大，水先浑了。清河，你真去青湾村了？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们村的设备拆了，又要给隔壁村装上？不是你们村的设备，是我公司的设备。那也是在松溪村用过的，你不能说给别人就给别人。为什么不能？清河，你别做得太绝。松溪村出了问题，可以整改。青湾村凭什么捡现成的？松溪村准备怎么整改？账目公开了吗？违规收费退了吗？向我妈费退了吗？向我妈和那些老人道歉了吗？什么都没做，却先来拦我跟别人合作。曹主任，你们要的不是整改，你们要的是我继续心软。那我们以后喝什么？镇里有应急水，老井可以修复，你们也可以重新建自己的净水系统。那得多少钱啊？所以你们终于知道，干净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沈总，设备什么时候转运？明天，我通知陈工准备运输。大家快看啊！这是松溪村用过的东西，不能给青湾村。史清河要把我们村的水卖送给外人。沈总，怎么办？
报警！报警！另外，通知许知远，今天把产权证明当着所有人的面再念一遍。大家快看，是回到我们松溪村的水厂设备往外卖，这是要断我们村的活路。以前说给村里做公益，现在反手就把设备送给隔壁村，有钱人真狠啊！沈总，让他拍，拍清楚一点。你刚才说这是松溪村的设备，用了3年了，不是也是了？原来用久了就能变成自己的。那你借别人的车开3年，是不是也能过户？是不是也能过户？你少偷换概念！水厂是在松溪村建的，没有我们村的山泉，你这些机器有什么用？没有机器，你们的山泉现在是什么样？这几天还没看见吗？这2天水确实黄，我家都去镇上买水。你们闭嘴！沈总，开始吗？开始。各位松溪村村民，我是云州清源饮品有限公司法务负责人许知远，现在就设备权属问题做公开说明。这是松溪村3年公益供水合作协议，甲方云州清源饮品有限公司，乙方云岭镇松溪村村民委员会。协议第3条明确规定，净水设备、消毒设备、远程压控制系统及相关移动附属设施，松溪村村委会有的是合作期间的使用配合义务，并不拥有设备产权。这是设备采购发票和付款凭证，全部付款方为云州清源饮品有限公司。这是设备编号会存在擅自收费、私自限压、改变为公益供水、大约按月公开使用情况等违约行为，我方已依法终止合作，设备转移合法合规。如有异议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，但任何人不得采取围堵、阻碍运输、损坏设备等方式干扰我方合法财产转移。合同是你们有钱人写的，我们拿懂。水厂通水说3条降售干净水，也没人说看不懂合同。现在设备要走了，你们才说不懂。清河，大家也是急了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吗？你来是代表松溪村道歉，还是继续阻拦？我已经被暂停工作，现在代表里松村的人，但我作为看着村里的资源被带走。你终于说对了一件事，你现在代表不了村委，所以你更没资格拦我的车。曹主任都被停了，咱们还拦啥？可是真算魏飞走了，咱们以后咋办？谁组织围堵运输车的？松溪村水务问题，这里正在调查，在调查结果出来前，不得私自组织围堵、哄抢、阻碍企业合法资产转移。谁有意见，走合法渠道；谁闹事，依法处理。走。清河，如果我们现在道歉，还来得及吗？道歉来得及吗？道歉什么时候都来得及，但机会不是。素芬介绍，所以我让唐月给他，还有那些被限压的老人，都留下了3个月的瓶装水补件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昨天晚上。你没变狠，你只是分清楚了。我不是不管人，我只是不想要再被人拿所有人3个字绑架。所有人里有真正无辜的老人，也有躲在人群里吃人情红利的贪心鬼。我能照顾前者，但不会再喂饱后者。大家记住，这些设备不是清湾村白捡来的，是沈总公司投的，也是我们按合同请来的。公约生活用水怎么用，商业用水怎么报，章约上写的怎么公开，谁违规谁担责，谁想占便宜，先问问全村答不答应。先问问全村答不答应。不答应。清河，这地方好。太婆，您先喝。谢不用谢我，水带来，以后守得住。我们守。沈总，怎么了？松溪村那边民宿平台发了通知，因为近期用水投诉集中，暂停松溪村全部民宿推荐位。失去干净水的代价才刚刚开始。你家水修好了吗？不是说山泉入户吗？算了，我们退房。桂兰嫂子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帮我跟清河说说，我那天也是急糊涂了，嘴上没把门。那天我在曲水亭，你也在。我手冻得扫不上马的时候，你也在。桂兰嫂子，你那天也没把门。你说我家清河那么有钱，别装穷。我就是随口一说。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但有些话听过一次就够了。妈，难受吗？难受，可我不能再替他们求你了。
清河，我以前总怕你太硬，得罪人，我软了一辈子，反倒让别人觉得你好欺负。现在知道也不晚。宋老板，我们正式取消供货合同，产品品质不稳定。经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水源很快就……你还能保证原来的净水水源吗？我早说了，这是没看到鸡块的手工亚一笑。现在好了，今天的生意全没了。你们连稳定水源都保证不了，还谈什么生态品牌？你不是说这是发财路吗？现在罚这么多钱，拿什么奖？我交的300能退吗？吴万强说加1200商业水费，村里有记录吗？曹德顺呢？村里有记录吗？曹德顺呢？让他出来说清楚。一口干净水断了，把整个村子压在水下的人都翻了上来。生活用水免费范围按合同执行，商业用水另设表记。茶叶作坊、豆腐坊、农家院，谁要扩大经营用水，先报备，水费进入联合监管账户，每月公示。这样好，钱去哪儿了？大家都知道，就不会乱猜。沈总，青湾村这套模式可以做样板，他们不一定最富，什么叫边界，所以值得投。这一批我全要。你们这套公式挺好，以后合作我们放心。挺好，以后合作我们放心。水真干净，他们公告栏连电费都贴出来了，踏实。别急着涨价，先把口碑守住，钱慢慢赚。同样的山，同样的水，有人大不自利，水流向哪里，最后看的是人。那天，我真以为大家都是高兴的。也许不是人变得快，只是当初水太清，我们没看见底下的泥。清河，我听说你们要走。梁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没啥好东西，就想谢谢你。您不用谢我，我也没能让您继续用上净水。不怪你，你给过我们好水，是有人把水搅浑了。桂兰，你有个好闺女，以前我们没替你说话，是我们亏心。清河，走吧。善意确实有缘，但它也会改道，流向更值得的地方。流向更值得的地方。沈总，艾特青湾村去年山泉水品牌销售额比预期高了37%，茶叶线也起来了。青湾青芽第2批预售已经排到下个月。豆腐坊、民宿、农家院全部纳入统一用水监管，账目每月公示，没有一笔异常。另外，江明川提议从商业用水收益里拿出一部分，这样好。他做事越来越稳了。沈总，一路辛苦。江书记现在越来越像品牌代言人了。都是村里人一起做的。林妹子也来了，快进村喝茶。比我们公司系统里还细。公事细一点，村里闲话就少一点。沈总来啦，您身体还好？好得很。现在家里水清，烧开了没有味儿，我们都记着呢。孩子们回来也说村里吊住着舒服，记着这句就够了。青湾村，青湾能有今天，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捡到了一套设备，是因为你能养活一个村。以后谁想把公共的东西变成自己的，谁想拿别人的善意去谋私利，青湾村第一个不答应。沈总，那边就是新民宿区，上个月入住率全镇第一。人大会也通过了，没乱涨价，涨了一点。你们现在真是什么都公示。吃过别人的教训，就不能再装糊涂。
深村的买水。宋福生豆腐铺关了，刘梅民宿转让了，赵三平现在在镇上摆摊，罚款退款赔偿，压得他家鸡飞狗撂。曹德顺的处理半年前也出来了，之后这个收费、账不清、管理失职都落到了纸面上。他曾托人带话说想见你一面，不见。两桶20。走吧，不见了。不见见，有些话晚了就没意思了。清河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那你后悔拆走吗？也不后悔。如果没有那座水厂，我不会看清那些人的脸；如果没有拆走设备，他们也永远不会知道，免费的东西不是理所当然。我曾经真心想让松溪村变好，那份心是真的，所以我不后悔给。后来我亲手收回，那份决绝也是真的，所以我不后悔听。这样好。沈总，下一座公益水厂的候选村名单我已经整理好了，这次我们会提前做3项评估：村民公约评估、财务透明度评估、合作方信用审查。好，以后每一座水厂开工前，不只看水源，也看人心。这样好。水可以白给，但不能被抢；情分可以念，但不能被踩着要。水厂建在松溪村，就是松溪村的。善良如果没有边界，就会变成别人手里的刀。收款到账。那20块不多，却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：有些人喝再清的水，也洗不干净贪心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的水只给值得的人喝。